嗨，欢迎大家回到君娜 TV。有看到我们今天把色乳这些东西都拿出来了哈？没有错，我们今天就是要介绍什么是色乳、色膏、色液以及它们的使用方式。好，那我们其实有蛮多同学来学纹绣，其实他们搞不太清楚，就是这些色料它是要怎么去做使用。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些的形体，它有一点不一样。例如说色乳，它就是乳液状的；色液它就是完全是液体状的；那色膏它就是整个是固体状的。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它们的形体不太一样哦，从外观就可以辨别了啊。像这个是色乳。那我们来点出来看一下，它就是一球像是乳状的东西。那这个的话就是液状的，液状的是比较水的透过去了啊，这比较像液体的。好，那接下来就是色膏啊，形体真的不太一样哦，这就是色膏。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像是色乳的话呢，其实我们在使用雾眉的时候，我们会比较常使用到色乳，因为它这个分子啊，刚好就是会比较呈现一些雾感，所以它必须要是乳液状的，比较可以去带出那种雾眉的那种质感，雾的感觉。还有就是色乳，其实它很适合做在手工的部分。那如果我们使用机器的话，机器多半来讲就是会是这个像是机器漂眉或者是刷嘴唇这些都是比较偏向机器或者是眼线。那他们都一定大部分都是使用这种液体状的，你看它就是它整个液体状的。好，那像我们的嘴唇嘴唇一定是液状的，那机器漂眉也是偏向液状的。那如果我们像是在做这个手工的漂眉的话，就有可能会使用膏体或者是色乳，都是有可能的这两个。那最主要呢，这个机器的话，它其实就是比较适合用在液体的部分，手工的部分，你看像手工漂眉或是手工雾眉，基本上他们都使用这两种。老师，我有问题。你问。那这些色料闻起来的味道一样吗？其实可能没有办法用味道，真的没有办法。这个问题问得蛮好，我第一次被问到这个。基本上他们都没有什么味道，像我们在做客人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客人说，有什么味道。我只有接睫毛有黑胶，有客人说有味道，其他都没有遇过有味道的。那色料还可以用多久啊？你是指像如果假设是嘴巴的话，嘴巴有的面积比较大，就会用的比较多一点。那如果像眉毛这种，其实是蛮节省的。例如说一瓶，就以这个色乳来看因为我们做一个眉毛，我们会用2个颜色那以这个一瓶是12ml的话，我觉得，你这2瓶混搭的去做眉毛的话，我觉得这样2瓶应该就可以做很多呢。我觉得可能50到100个眉毛都有可能呢。其实我们的色料，其实我觉得不会太。真的蛮省的，我觉得还好。但是如果是嘴巴像色液的话，像如果假设我都单给客人刷这个颜色，那这一整瓶，例如像12ml的话，我觉得应该可以5个到10个嘴巴，这样，这样有量化了面积越大就用的越多，面积越小就用的越少，这样就是只能大概，因为有些人用一用会有浪费掉的问题。那色液会用的比色乳快吗？像我们在刷嘴巴的时候，其实色液在用是很快的，但是我们在刷机器漂眉的时候，其实色液是很省的，所以其实它还是看部位跟它的填色的整个范围。这些价钱会差很多吗？这个问题其实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像这个牌子的，它有例如说这样一整瓶，它有液有乳，它们价钱都是一样的。那我觉得如果不一样，就是可能品牌不同就会有不同的东西。像这个牌子它就没有出色膏这样。就是只有出色膏，有的就是比较，现在好像用色膏的比较少，我觉得，都差不多啦，都差不多价钱，对。可是那色料它的保存期限多久啊？基本上都是大概3年，所以你在买的时候，你可以看那个盒子标识外面它都有写，基本上都是以3年为一个单位。大概色乳跟色液就是这样的差别。那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以你学哪一个项目去使用它，会比较快了解这个东西怎么去使用。所以它会分在我们的这个雾眉的课程，或者是嘴唇的课程、机器漂眉的课程、手工漂眉的课程，不外乎就是围绕在这些项目。那像这个头皮的话，也是用液体，因为还是用机器，虽然它手法有一点点不一样。好。
好，那就关于色印、色乳、色膏，我们的介绍就到这。其实已经问蛮多问题了，就是它大概就是衍生的就是这些问题而已。如果你有其他的问题，你也可以留言在下方，然后我会透过拍影片，下一轮在拍影片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些问题整理，然后一起拍进去。进来 TV，我们就下回见喽，拜拜。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分享、留言、订阅，并且要打开小铃铛，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我是君娜，我们下回见，拜拜。